我们几个组成的这支队有一种 dream team 的感觉，就是梦寐以求。最理想阵容是我、李金伟、胡雨桐、蔡金航、林耿明。希望以后还能这个阵容，感觉是最强阵容了。我心目中，我心目中的第一名全部跟我组了个队，对我来讲的确是一个梦幻队伍的感觉，觉得自己很幸运，挺幸运的吧。这可能就是我想组的队。一个乐队幸运的点就是刚好这几个人喜欢的东西都一样，彼此其实都是很懂彼此的。其实这个对于一个初期的乐队来说是很难做到的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几个就是天作之合。就是我感觉上天对我太好了。我知道组乐队有多不容易，我觉得会是一个奢求，可遇不可求。但是真的没想到，一步一步走到现在，我们5个人就这样走到一起，简直就是缘分和奇迹，是一个特别美的意外。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中都会遇见几个重要的人，然后改变你的一生，让你觉得你自己的存在在这世界上是有意义的。可能我们从小时候就在等这样的人。大家好，我是罗毅军，我是从5岁6岁开始一直学古典钢琴开始，但是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玩嘛，每天练琴就被逼着练，所以非常不开心。我是胡雨桐，我最开始学习的乐器是小提琴，那个是纯被逼迫的。每天练琴的话，确实不是很喜欢。我叫林耿明，我是从小学3年级开始学大提琴的，因为我哥哥是小提琴，我想比他大，就学了大提。我叫李金伟，走上音乐这条路是因为我的哥哥，他先学的古典钢琴，我就跟着学了钢琴，然后就觉得有点无聊，就学了木吉他。主要是那个时候，我就看到电视上有人在弹木吉他唱歌，我觉得哇，这太帅了！就家里附近的补习班就开始学，学着之后，高中就弹了电吉他，发现这个东西更帅，但是得把它弹好才真的够帅，然后才真的想要好好学习音乐。一直从小学古典音乐，但是从高中1年级开始，突然不知道咋回事就写了一首流行歌。写流行歌吧，因为找不到人唱，那我就自己唱唱呗。然后形成了第一个作品，可能唱自己的歌也是我最自在、最舒服的一种状态。我第一次打鼓是09年的时候，在打鼓之前，我也从来没有找到，人生的方向。开始打鼓那天，真的是整个人生都明亮起来那种感觉，然后就决定学鼓。我叫蔡金豪，大一刚来学校的时候，我是弹吉他的。我们乐队没有贝斯手，大家都不愿意弹贝斯，都觉得想弹吉他。然后他们就老给我做工作，说我适合弹贝斯，我就转贝斯了，就觉得贝斯也挺好玩的。其实，因为当我每次在演出的时候，就是我自己的状态特别好，自己玩的特别嗨的时候，下面的人也特别的嗨，他们能感受到这个律动的不一样。我一直在北京做伴奏乐手，享受舞台，喜欢面对着观众的那种感觉。但是遗憾就是我没能组一支自己的乐队，也没有遇见太合适的人。那这一次全国最优秀的选手聚到一起，我就不用再费力气去找了，都在这儿呢。那我就从这里面看看有没有什么样合适的人，可以一起玩出一些东西。以前玩过一个乐团，去年的时候解散了，因为理念不合，对音乐的想法不同。那来这个节目就想找到志同道合的人，我们可以一起组个乐队这样。我们2个是校友，但是之前不知道，刚刚才知道。而且我们还同年，都是93的，然后6月生，工作性质也蛮像的。对，都是做session。我们沟通的时候，我就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干了。我之前都是在一些交响乐团里面演出，经过这个节目，我觉得想带我的琴出来转一下，把它带给更多人听到。我想认识更多像这样厉害的乐手们，和他们交流，然后同时也能展示一下自己。我初中的时候就特别想组一支乐队，现在高中毕业，然后即将就是也要该上大学了。今年呢是我留下的 gap year， 来参加一起乐队吧呢是我 gap year 的最后几个月。我想能认识更多的志同道合的乐手，组建一支属于我们的乐队，然后留下应该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一个回忆。欢迎来到一起乐队吧！今天是我们的第1阶段学员单乐器考核，
有请第一位哈，教练。运动系提琴手。哇。布鲁斯威利。帅过主唱的主角。作曲家。整个现场看完，我觉得如果把哪些人放在一起，就是一个神仙乐队。神仙战队啊！好，这个问题来了啊！我要是说出来了的话，可以给我。我的天！我当然想过了，幻想都是要有的嘛，帮我实现啊，祝福我实现，好吧？我想一想。看到这些队员之后，我马上就想到能怎么组一个我心里的乐队。贝斯手的话就是新豪，蔡新豪。首先我喜欢他整个人的状态，怎么样？特别可爱的，他一直是标志性的笑容，喜出望外，可能就是喜出望外本人。因为玩音乐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，必须是一个开心的贝斯手。蔡新豪他的厉害是不外显的，他上台之后完全变了一个人，就是真正的贝斯手的感觉，非常稳。蔡新豪的演奏他没有太多浮夸的东西在里面，但是他演的就是每一下都很准，简单有力、直白，是我想要的贝斯。厉害！帅！太稳了，太稳了，太稳了！稳！我觉得你具备一个这个贝斯手所有的条件，将来应该是个很好的贝斯手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必须要问你：你喜欢什么乐队？我喜欢就是大家都认真排练，然后不迟到，然后互相演奏的时候听对方。那不可能。没有开玩笑。特别想要蔡新豪做我的贝斯手。真人啊，厉害！他整个人就是非常纯粹，技术又特别好，就征服我了。这是贝斯，想好了。吉他我喜欢李经纬。李经纬。李经纬，当时我看他弹那首歌，其实我觉得还好吧。后来导师让他弹一些自己写的歌，然后我觉得特别棒，这个人肯定挺有想法的。和弦用的很高级，很舒服，然后又简单，有点像焦妹那种感觉，觉得特别的符合我的审美。经纬他有点偏我很喜欢的一个吉他手，也是歌手，叫 John Mayer。看看我是何等狼狈。第一反应就是好，当时就心动了，包括他吉他和弦，包括他的唱法。说实话，就是好的演奏家好找，好的音乐人难找。我很喜欢他的原创和嗓音。如果有机会，我想就能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写一首歌，我们俩能做一个 vocal。李经纬，我就想让他站在我前面。如果他站在我前面，我打鼓的话，我可能会有一种游泳的感觉，就是很轻松、很享受的感觉。我最想要合作的鼓手是胡宇彤。胡宇彤就是一上手那一下下去就是帅，特别有范儿，职业，有舞台经验。他的鼓会照顾观众。我最不喜欢鼓手在后面却以为观众没在看他，但是他完全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不怕站在前面，把他对音乐的热爱打出来。我很欣赏这样子的鼓手。当时看到胡宇彤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帅，简直就是偶像派。这个有点理查克莱那个范儿。帅。林耿林，在我那个角度看就很偶像，像偶像剧里面出来的一个人。你看这个人，脑海里就感觉这个人帅，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事情，就是很天上人间那种感觉。那天就真的很王子。哇，他这简直是把我帅翻了，就是你会感觉他就是大提琴，大提琴就是他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好的示范，就是我儿子以后大提琴要拉成这样，坐那儿一道光打下来，穿一个白西装哈。特别想要这样子的大提琴手，因为我很喜欢绿洲，他们有很多抒情摇滚，大提琴都非常重要。那他拉曲子的那个气质，我感觉完全就是否这种歌的。他就是我100%的心中的大提琴手，很想跟他能有合作的机会。
那来吧，我们就直接选吧。我没有想到有2个导师选我一个，其实当时很纠结。选吧，来，不要纠结了，来吧。就对不起王峰老师。没问题。当时选荣浩老师，其实是因为很单纯的，我跟他对上了眼，他一直在看着我，挺辛苦的眼睛，然后就对上眼了。因为可能也就是看对眼了吧，就是彼此之间有心灵感应的人啊，不用多说什么，立刻非常懂，就彼此互相欣赏吸引。荣浩老师，我特别喜欢他之前那些歌的那个律动，我觉得可能在他的那组里面能够玩自己想玩的。李荣浩老师战队的团员们，大家的审美其实都特别接近，加入了之后真的是有一种找到了很多朋友的感觉。你们队伍在上面。来了！哎呀妈呀，我来了！你知道吗？我和静伟、小罗都是在第1轮面试之前都说，荣浩老师战队里面见吧，就是这样的。我说，我叫罗义军，下面是我自己作曲编曲的一段乐段吧，然后叫做《侠盗》。好的。第一天认识他晚上，特别真诚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哥，我想跟你一伙，跟你一队。”当时我瞬间就被感动了。那种感觉真的是有感动，也有无法抗拒，而且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弹得怎么样，但是就这一个眼神，行，那就哥就带着你玩，就是这种感觉。键盘手，我喜欢小罗义军，我就特别喜欢他，因为他真的很有才气。他并不是只会弹纯钢琴，我觉得他肯定有更远的想法对于音乐，他会知道音乐要怎么处理。这肯定我们队的。他19岁嘛，我觉得他音乐能力已经超越他可能10岁以上的人了。他的个人技术其实不用说，大家都看得见，而且他年轻，未来的希望，祖国的花朵。19岁，19岁这样真的是19岁有够成熟。我们现在做决定。有了！那个键盘手罗义军，其实很想要他，对，也很怕被别人抢走，别的导师抢走。罗义军。罗义军之所以就是要选你，是因为我看到我的乐队里，基本我现在可以称之为比较大神级的了。希望他们能为你提供很强大的一个乐队。他不会突然被动摇了吧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吧？他不会的，他肯定选对。我选李荣浩老师。我最后选择荣浩老师战队的。其实有很大原因，就是因为我想要的人都已经在浩哥战队了。我刚才说这些人全是荣浩老师战队的，真巧。就物以类聚，你知道吗？大家都喜欢找跟自己相同频率的人，这个吸引力法则没办法，到最后反正这帮人总得跑到一块儿去，这个是已经注定的。你平时玩什么风格？我玩比较多 blues、流行、rock 吧。李金伟感觉挺合得来的，大家的这个审美都喜欢这种闷骚的有律动的东西。幸好我之前跟他 jam 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创作起来非常好的贝斯手。有些贝斯手他就活在自己的世界，他的脑子里就只有贝斯，他没有其他音乐。但是蔡幸豪是有的，他是会去听别人的东西的。我觉得我们合作的感觉很好，大家在一起很舒服，很开心，音乐上也开心，大家相处上也开心。哇，爽啊，爽！对。
林耿明，我一直想我一定要跟大 T 来一次，没想到第一次就碰到了，然后就很合吧，有没有相见恨晚的感觉？因为我们都爱打篮球，又爱热爱音乐。你看到我是什么人，他就大概是什么人，包括一些音乐理念，还有一些细节上面都很在乎。这3个音我们也是对。这次我跟林耿明要做一个新的录音带，所以我们这2天有通宵在内的。我们2个要配合在一起，呼吸方面可能都要到一块，不然这个曲子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。这一段我觉得意义非凡，他就是特别包容，特别会倾听，对我帮助真的很大。逐渐，我觉得来这个节目里，我认识他是我最大财富之一，就是想以后，包括这个节目结束以后，能一直有这么个大提琴在，就甚至说是有这么一个林耿明在。还有威力，我室友，他是50%算是我们这边的人，一直帮我们操心录和声，就教我这教我那，也是就形影不离的一个人，基本音乐的审美也差不多，一直想跟他合作。特别没想到第2轮我们竟然就8个人组到一块儿了，加上 Black Sheep 之前3个人，我们就越来越近。平常私底下气氛也好，其实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上，我并不太担心我们的演出什么的，就是怕我们分开。挺替他们高兴的吧，就是几天之内认识了一些舍不得离开的人，因为大家的生活节奏都比较快，没有时间天天不睡觉，天天熬混在一块儿。刚好他们有这样一个机会，我觉得是一种幸运吧，让他们体验一下就是真正的乐队的状态。有好事有不好的事，你们都经历了，你才能体验到好玩的事在哪。这支乐队不是我想要的，主唱他唱歌太华丽，跟我想要的主唱相差的有一点大。对于下一场的期待是什么？下一场的期待要建立在能不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上。我想再试一下会痛。我拒绝。我拒绝了那么多人，是因为我已经想好，我这次我要有自己选择的余地。自己梦想中的乐队的样子是什么？我梦想中的乐队的样子是，先想一想。我希望我的主唱会弹吉他，但如果他也会弹钢琴，那就更好了。要是再会点别的那就无敌了。合适的人去演一首合适的歌，然后加上我一直想合作的小罗，这次是很 perfect 的感觉。唱歌是自己一直想做，但又其实不太敢做的一件事情。你唱没有？我唱。没想到这次就来了。你先休息，压力一下就来了。可能我会表现不好，整个拖累全队的状况，所以就挺迷茫的，也挺慌的。但是胡一彤特别支持我，一直跟我纠正英文的发音一些细节，然后又陪我练得很晚。还有就是吉他是请威力来帮忙的，因为3轨，他非常耐心的管，所以就是我现在不慌了，现在我就觉得必须得做好，起码是不能辜负他们还有吕老师了。昨天连夜把歌词背完了，今天在舞台彩排的时候感觉还行。小罗他刚才在服装间的时候跟我说，给我背下来，完全没问题。我特别相信他，他敢说这样的话，现在不用排练了，直接去演我都敢。对，相信他会演的很好。他后面的一些高音一下就暴露了他不是一个歌手，你的一点点瑕疵有可能把你99%的光芒一下就破坏。其实我觉得他最大的魅力就是他张嘴那一下，其实后面那些东西他舞台经验其实还是缺少的。可是我觉得对于第一次上台唱歌的人来讲已经很棒了。小罗唱主歌的时候，哇，挺帅的，特别深情，挺走心的。他唱歌，我觉得可以让别人喜欢的。小罗，我对他就是喜欢，没别的。这一轮李荣浩领队，你要在他们4个人当中选择一位待定。萝卜。这次结果这样，肯定我原因不少，还有最主要就是不想让他走，所以就是尽量救他回来呗。我觉得不止我吧，
我觉得威力什么的都会马上出来。我们也料想到会是这个结果。我挑吧，因为人多会乱。小胡、小蔡、小罗、校长跟威力吧，2个吉他，然后那个阿耿吧。哇，这是我以为决赛的配置。这个阵容真的是我最期待的，就是目前为止最期待的。我没想到我会这么快拥有这个阵容。我们已经互相说希望可以组队很久，然后就刚好浩哥挑到的都是这些人。我心目中的第1名全部跟我组了个队，对我来讲的确是一个梦幻队伍的感觉。昨天这个阵容出来，我觉得就稳了，赢了。然后果然排练特别顺利，效率特别高，互相听一下就知道该怎么玩。多玩这个比多玩，然后这个比多玩，棒了，一拍即合的感觉，出乎意料的顺畅。我们真正意义走一完整遍的时候，就感觉行了，可以直接演。我之前觉得没有把这个乐队想得太清楚，有一点工作的感觉。这次一起合作的感受就特别恰到好处，大家有什么就说什么，离开了很不舍。我觉得我好像能找到将来自己的乐队了。恭喜各位学员，今天你们要在这里组成你们正式的乐队。其实我们5个人一起讨论过了，要组成这个理想乐队，一个 Dream Team。小胡、小罗、小彩，我，还有威力，非常无敌啊！感觉这个组合，这是我心里一直想的那个阵容，这就是我的乐队了。胡雨桐，请进入1号房间。这一次我们要组一支固定的乐队，固定下来，真正的乐队到了。我甚至想到了5年以后，我就不多说了，再说我要哭了。第2位队长是李经纬。当时最让我心碎的就是我知道了另外一个队长是威力。啊，真是，威力，哎，所以这意味着我们2个不能在一起了，是吗？对啊，可惜啊。听说胡雨桐和李经纬都是队长时候，我天有点小塌，因为李经纬是我最想要的吉他手，胡雨桐是我最想要的鼓手，所以这一下就分开，必须要做一个抉择，特别难。不是想唱歌吗？想不想？想。那个时候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们乐队不找主唱，就让小罗来唱。遇见自己比较喜欢的人，真的是很喜欢从他的角度去为他着想一下。我站在门口的时候想了一下，威力他本身已经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制作人了，他其实是能把控好队伍的，所以我在想，我就应该去胡雨桐那边，我觉得他可能更需要我吧，就过去了。当时其实心里已经有答案了，因为看到小罗去到小胡那里了。因为小罗其实他对之前的一次意外的主唱，我觉得自己没有把握得非常好，我想陪他多练一练吧，很想让他去唱好。老实说，他们没有进来，我的确是挺失落的吧。然后我都能理解他们的想法，因为比如说现在对于新豪来说，一个 bass 他需要一个真正的鼓手，那就好吧，就很可惜。其实最后一个 Dream Team 是成立了，但就是少了我。我们的乐队的名字叫22，我们乐队成立的那一天刚好是22号，然后我们的平均年龄是22岁。托年轻小罗的福，他19岁，搞得我们也很年轻。我们觉得我们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挺无畏的那种感觉。最开始的时候，别人看来我们没主唱，他后面的一些高音一下就暴露了他不是一个歌手。但是我是希望有一天就是印证一下，我们也可以，而且可以这个过程是我们自己趟出来的。期待原创。
想做的很我们，就是找到我们自己的特别是很重要的。他们今天给我的力量其实是超出我的想象之外，它有一股凝聚的力量，非常有感染力。这首歌想表达的是，我希望大家都能保持真心和热情，永远相信自己身上的特别。他们之间的感情其实比我看到的可能更加的深厚，就是让我觉得真的像个乐队的样了。哇，好喜欢这个！来看看最终的观众投票结果。来了。182票，我们要恭喜多米诺乐队成功进入到我们的全国6强，恭喜！那这个难题现在要交给李文浩老师了。你记得那天那个说最后有一次复活的机会，妈妈，咱一会儿出去演练。不想了，我想好了，把那个威力留下。他确实是需要去到那个小罗那边。22。威力来到那一天，就是我感觉上天对我太好了，这一切都像是注定在一起。命运的安排，就是搞乐队吧，它有个人的情感东西在里面，情感一定是在音乐之前的。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个结局是很完美的。这首歌演着演着的时候，我在想我们这几个人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未来，我真的想得挺远，但是也不敢去多奢求、多幻想。22乐队109票晋级总决赛。22的状态就是越来越好，他们每个人的能力虽然不是最强的，但是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最大。对于我来说，他们更像是一个乐队。既然缘分已经让我们走到一起了，那就让我们5个人按着这条路，我们一步步往下走。将来不管遇见什么，我们都一起成长。22群彩最后一次，进入总决赛是什么心情？激动想哭，非常有时光逝去的感觉。回想最开始来的时候，我其实有点自闭，不太想主动交流，但是现在旁边这4个人，他们都很挺我，其实给了我很大自信。觉得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感情，很舍不得。一个人真的总会孤单，所以我有你们，再没怕过这些。一直以来都是不善言语的一个人，这是我最大的收获。这个收了很多朋友。我们大家到这节目，然后可以遇见彼此，我觉得就是特别感恩这件事情，很难得一件事情，很珍贵的回忆。是舍不得。挺欣慰的，他们自己私下可以相处的那么好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人性吧，就人性里面自带的一些美好的东西，在节目里体现出来的。这几个人就是每个人都是很有自己的人格魅力的，很真实，这是他们的优势。越单纯的越有力量。其实我们从现场观众的反应，你也能感觉得到，我看是很有成就感的，其实很感动的。我觉得打动观众是音乐最重要的事情。
所以每次只要票数高过我自己心里的一个标准，就会很开心，因为努力没白费。我们一路走过来，走到今天，其实已经不会太在乎输赢。感谢这个节目，让我遇见了我的乐队，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，对得起这个夏天。留在节目里的最后一句话，你要说什么？请自重，保重，加油，加油，继续，我们继续走。小罗。深了，好狠，深了。就他最后就这个，最后就这个，不言而喻。然后屏幕突然黑了，然后片尾曲。哎，它会动。对啊，应该是左右不了，只能上下。我们叫二，我们叫二，二乐队。我们平常都是很闷的人，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火花的。必须的，必须的。我们火花都是那种没有办法预料的那种火花。我想和你赏最美的风景，看最长的电影，听动人的旋律，是因为你和我会陪你走上个世纪，那是多么的幸运。哎，有道理。我现在惊喜的发现，我不只拥有一个主唱，而且他还是个创作人。就是我们好多 demo 都躺在小罗的电脑里，然后我们已经准备把这些歌做出来，然后将来能巡演。和你一起想起冬天飞到巴黎，那些事情只因为你。Yes, let's go.